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我想分享的书籍是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写的《70岁的正确答案》。70岁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这一阶段既是人生经验的沉淀，也是寻找和调整新的生活方式的时期。这一阶段的人生可能会面临退休、健康问题或亲友离世等挑战，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进行心理调试，能够帮助应对这些变化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首先，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只需遵守这3点就能保持健康，传授让你永葆活力，度过最美好的老后30年的正确答案。那么，突然问一下，你们认为接下来的数字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各位想一想，60多岁时约 2.5%，80多岁时约 30%，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60多岁时约 2.5%， 意味着60多岁的人里面大约40个人就有1人；80多岁时约 30%， 意味着80多岁的人里面大约3个人就有1人。符合这个条件，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？答案是，这些数字是认知症的患病率，也就是认知障碍的比例。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，60多岁时大约40人中有1人会患上认知症。但到了80多岁时，这个比例惊人地上升到3人中就有1人。也就是说，患上认知症的人数在70多岁时急剧增加，到了80多岁时，竟然是60多岁的12倍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现实，并且认真对待。当谈到认知症或认知障碍时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那离自己还很远，或者那只是少部分老年人会患的病。然而，看到这些数字后，你会明白这并不是别人的事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。作者确信地说，从60多岁到70多岁的生活方式，对认知症的发病有着重大影响。要保持大脑和身体的健康，并跨越80岁的这个关口，从60岁到70岁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。因为在100年人生的时代，要让80岁后的最后20年更加快乐幸福，前面的20年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，作者提出了他对70岁的正确答案的建议。因为70岁正好是60岁和70岁的中间点。事实上，如何预防衰老，如何预防认知症的答案已经很明确。但是，作者感到遗憾的是，许多老年人并没有按照这些正确的方法去生活。这不仅让生活质量下降，还可能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有些人把退休等同于放弃人生的可能性，认为退休后就没有必要再学习新知识或追求新的目标。这种观念其实是对自己的限制。研究表明，持续的脑力活动可以减缓认知衰退，预防患上认知症。还有些人因为一些原本可以轻松解决的压力而陷入困境，导致生活变得灰暗和沉重。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并不少见。作者认为，这些人的后半生过得非常可惜。其实，只要掌握一些正确的知识，就可以让同样的时间变得更加积极和快乐。希望通过本书，你们能够找到从60岁到70岁更加愉快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。其基本精神是，不要为不能做的事情而叹息，而是享受可以做的事情。不要因为年龄大了就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也不要因为年纪大了就负面地看待自己的生活，而是要寻找自己能够做的事情，思考可以实现的方法。作者建议这样积极的生活方式。通过以上内容，我们已经了解了本书的基本主张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具体介绍如何避免错误的生活方式，并传授让你永葆活力，度过最美好的老后30年的正确答案。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高龄者应该吃自己想吃的食物；第二，注意比病毒更可怕的是虚弱症；第三，采取措施应对压力和抑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些要点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：高龄者应该吃自己想吃的食物。作者是一位从事精神科工作超过30年的医生，接触过大约6000名患者。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饮食的。许多人问他，
吃什么对大脑和身体好？现在我们来揭示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作者推荐高龄者食用的健康食品之一是纳豆。研究表明，纳豆对大脑和身体都有好处。纳豆的优势在于，是获取优质植物性蛋白质的最有效食材之一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可以说，纳豆是最经济实惠的保健食品。一般来说，高龄者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 1.2 到 1.5 克的蛋白质。比如，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，每天需要摄入70到90克的蛋白质。这不是指70到90克的肉或鱼，而是指纯蛋白质的重量。要达到这个量，早餐要吃鸡蛋，中餐要吃鱼，晚餐要吃肉，每餐都要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这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饮食方式。如果中午吃了面条等低蛋白质的食物，就很难在一天内摄取足够的蛋白质。因此，作者强烈推荐利用纳豆等大豆食品，特别是纳豆。它不仅提供优质植物性蛋白质，还能帮助补充必要的蛋白质。此外，大豆食品对大脑也非常有益，被称为脑食品，有助于保持大脑年轻。纳豆富含蛋白质和其他重要营养素，是一种极其优质的营养食材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纳豆。大家都知道，纳豆是发酵食品，富含对人体有益的菌类，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，肠道环境得到改善，免疫功能也会增强。因此，纳豆还能提高免疫力。此外，纳豆有助于骨骼健康，对大脑和心理健康也非常有益。因此，不仅是高龄者，所有人都应该把纳豆作为一种重要的食材。建议大家每天尽量吃1包纳豆。接下来介绍另一种高龄者应该多吃的食物，那就是肉。作者建议老年人多吃肉。这一观点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。许多人认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少吃肉类，多吃蔬菜水果对身体更好。但作者认为这是错误的。实际上，均衡的饮食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重要。很多老年人比年轻时的饮食要清淡得多。然而，这导致70岁以上的日本人中，每5人就有1人蛋白质摄取不足。先前提到的纳豆同样如此。蛋白质不足是非常不好的，所以作者建议老年人多吃肉。蛋白质不足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最明显的是肌肉量和骨密度的减少，这会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。此外，蛋白质不足会导致肌肉力量下降，基础代谢降低，容易发胖。同时，肌力下降还会导致肩膀和腰部疼痛。蛋白质是维持肌肉质量，促进伤口愈合和支持免疫系统功能的关键。蛋白质不足还会导致对皮肤弹性和光泽非常重要的胶原蛋白减少，进而导致皱纹和皮肤松弛等问题。我们常说，保持年轻和长寿的关键是肌肉量。然而，蛋白质不足会导致肌肉量下降，加速衰老，增加患病风险。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肌肉量减少，因此尤其需要注意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。老年人应该积极食用纳豆和肉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们对很多事情的兴趣和动力会逐渐降低。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大脑中的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减少。当血清素减少时，情绪波动、焦虑和抑郁的风险都会增加。我们日常的幸福感会下降，活力和积极情绪也会减弱，进而影响日常生活。然而，血清素的减少即使在年老时，通过改善生活习惯也是可以应对的。作者提倡的主要方法就是多吃肉。血清素的原材料是色氨酸，这是一种氨基酸，而肉类正是富含色氨酸的食物。通过积极摄入肉类，可以促进血清素的生成，帮助维持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，从而减少情绪波动和抑郁的风险。那些年过90岁甚至100岁仍然健康的人，很多都是爱吃肉的。牛肉和猪肉中含有生成血清素所需的物质，因此这些肉类是保持活力的关键。当我们建议老年人多吃肉时，总会有人担心胆固醇水平升高。
对此，作者指出，认为胆固醇对身体有害是一个误解。事实上，为了在老年时期保持健康的状态，胆固醇是必不可少的。胆固醇是包括人体在内的动物体内形成的脂质之一，是性激素和细胞膜的材料等，对于生命体来说绝对不可或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胆固醇在大脑中有运送血清素的作用，胆固醇水平较高的人不容易患抑郁症。此外，胆固醇水平低还会导致男性激素减少，增加患癌风险。的确，胆固醇过高会导致高胆固醇血症，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，但过低的胆固醇水平会使血管脆弱，增加中风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应当记住，过分担心胆固醇而导致摄入不足，同样是不利的。至此，我已经推荐了纳豆和肉类。最后还想推荐给大家的一样东西是维生素 C。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C 对健康很重要，但实际上它对脑部健康也有着很大的影响。一项研究表明，维生素 C 有助于提高智力，这是因为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作用，能够防止氧化应激对脑细胞的损害。当脑细胞老化受损时，大脑的整体功能就会下降。此外，当血管内氧化加剧时，脑部所需的氧气和营养就无法顺畅地传递。因此，通过摄取维生素 C， 可以保护脑细胞和血管免受氧化的损害。维生素 C 还能够促进神经传递素的合成，如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。这些物质对维持情绪和认知功能至关重要。当然，维生素 C 不仅对脑部和血管有益，对整个身体也非常重要。有数据显示，老年人如果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，男性寿命可以延长6年，女性可以延长1年。众所周知，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蔬菜和水果中，但也可以通过补充剂来获取。所以，如果平时摄入不足，利用补充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介绍一下第2部分，如何保持健康，度过最佳的老年30年的要点。注意避免比病毒更可怕的虚弱症。首先，大家是否了解虚弱症这个词？它指的是身体或心理功能明显下降的状态。在老年医学中，虚弱症是从健康状态到需要长期护理状态的中间阶段。虚弱症指的是身体机能或认知功能显著降低的状态，处于需要护理的前期阶段。如果在这一阶段采取适当措施，还可以恢复到健康状态。因此，这是一个决定是否需要长期护理的分界点。显然，一旦进入需要护理的状态，生活质量会大幅下降，同时也会给家人带来困扰。因此，在变成需要护理的状态之前，做好预防是确保老年生活质量的关键。高龄人士在生活中稍微失去活力，就有可能面临虚弱症的风险。尤其在当前时代，我们需要在避免病毒的同时，通过各种方法防止虚弱症的发生。因此，建议养成慢速行走的习惯。老年时期如果不主动运动，很容易导致运动不足，从而增加虚弱症的风险。如果长期宅在家里，不进行运动，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风险。此外，保持良好的社交活动也是预防虚弱症的重要方面。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，参加社区活动，可以帮助保持心理健康和活跃的生活态度。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，还能促进身体活动，从而减少虚弱症的风险。接下来，我将解释第3部分，永葆活力，度过最佳老年30年的关键点。一、采取对策抵御压力和抑郁。年纪越大，人们往往会对琐事感到更加烦躁。然而，这种烦躁对健康非常不利。频繁的焦虑和愤怒确实会缩短人的寿命，因为当人们感到烦躁或愤怒时，交感神经系统会变得活跃，导致心率增加、血压升高，从而增加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风险。情绪的不稳定会导致自律神经的紊乱，因此平息烦躁和愤怒是非常重要的。最简单的平息烦躁和愤怒的方法是深呼吸。深呼吸可以使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，平息大脑中扁桃体的兴奋，
从而减少交感神经的激活。当你感到烦躁或愤怒时，可以尝试闭上眼睛，伸展身体，深深的吸气，然后慢慢吐气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通过反复进行深呼吸，你会发现情绪逐渐平稳，怒火也会消退。除了深呼吸，还有另一个简单的消除烦躁的方法。交感神经的激活会抑制消化系统的活动，但通过刺激消化系统，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激活。喝一杯水就能有所帮助，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吃你喜欢的食物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人们在吃美味食物时很难感到愤怒，因此当你感到烦躁或愤怒时，可以尽量享受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帮助快速缓解这些负面情绪。总之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压力和抑郁，对于保持良好的老年生活状态至关重要。你们可能已经体验过。此外，利用自然的力量来缓解压力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。在自然界中，最能发挥压力缓解作用的就是阳光。阳光具有激活身心的力量。例如，在北欧地区，冬季的白天非常短，人们很容易陷入抑郁状态。而春天来临，日照的时间变长，许多人会恢复活力。阳光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影响，甚至有专门用强光治疗抑郁症的方法。另一个推荐的自然疗法是森林浴。亲身体验过森林浴的人会发现，它有着显著的压力缓解效果，非常值得推荐。如果没有时间或体力去森林中散步，那么家庭菜园或园艺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在精神上感到沮丧时，动手整理土壤可以让您的心情变得平和。即使只是简单的在阳台上种植一些草本植物，也能对心情有很好的疗愈效果。经常打理您的家庭菜园，还能锻炼前额叶，帮助预防情感的衰老，因此是一个非常推荐的方法。接下来，永葆活力，度过最佳老年30年的关键点2，培养兴趣爱好是提升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，尤其在老年生活中尤为重要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，来帮助老年人培养和保持兴趣爱好。探索新的兴趣，学习新技能，尝试学习新的手工艺，如编织、陶艺或绘画。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带来创造性的满足感，还能提升动手能力，有助于您保持身心健康，并且提供愉悦的感受。音乐和舞蹈，学习乐器或参加舞蹈课程，不仅有助于锻炼大脑和身体，还能提升情绪。参与社交活动，加入俱乐部或社团，例如读书俱乐部、园艺社团或棋类俱乐部。这些社交活动可以丰富您的日常生活。志愿者服务，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，帮助他人，同时也能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，可以保持我们的身心活跃。希望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依然保持健康的活力和热情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